系统突然告诉你，可以用身上这200斤体重兑换任何东西。他以为你会兑换英俊的相貌，毕竟你妹妹是校花，弟弟是当红炸子鸡，但他没料到你竟毫不犹豫地喊出智商，我要智商。系统明显愣了一下，为什么呀？你晃了晃脑袋说不清，只是感觉脑子里雾蒙蒙的，很多事都记不太清。停顿了几秒后，你接着补充，就是因为太笨，吃了太多亏。系统也不废话，行吧，1公斤肥肉换1点智商，公平交易，童叟无欺，你打算换多少？谁知你对数字完全没概念，试探着报出250这个数字，系统瞬间陷入死寂，足足半晌才悠悠叹了口气。宿主，我是体重兑换系统，不是火葬场焚尸炉。这一波你是想把自己换得灰飞烟灭？见你一脸茫然，他才反应过来讽刺是对牛弹琴，只能耐着性子解释，你现在130公斤，也就是260斤，想换250就只剩10斤了。怎么着？你是打算只留个脑袋当标本，还是想体验一把返老还童变回受精卵？这回你算是听懂了，眼里的光瞬间暗淡下去。那就梭哈，能换多少换多少。系统松了口气，极限是140斤，也就是70点智商，成交吗？你心里犯嘀咕，70点够干嘛的？系统无奈的摊牌，你现有智商68，加上这70点直逼130，再加3点，那就是爱因斯坦那一挂的。下一秒你眼珠子都快瞪出来，换，现在就换。话音刚落，脑海里的倒计时归零，一股滚烫的热浪瞬间席卷全身，紧接着便是拆骨剥皮般的骇人剧痛，你喉咙里发出野兽濒死般的惨嚎。系统冷冰冰的提醒，这买卖离柜概不负责，不过死不了人。冷汗如瀑布般砸落地面，你痛得面目狰狞，浑身抽搐，却死死咬着牙关，没喊出一个停字。煎熬了2分半，系统慢悠悠的询问体验如何，你根本顾不上搭理，猛地撞开隔间门，冲向镜子。镜中人五官平平无奇，甚至透着股病态的憔悴，可你双手颤抖着捂住嘴，滚烫的热泪夺眶而出。那堆像枷锁一样困了你2辈子的肥肉彻底蒸发，取而代之的是平坦的小腹和修长的双腿。你像魔怔了一样喃喃自语，活了2辈子，从没觉得身体这么轻盈过。紧接着你仰天狂笑，笑着眼泪却再次决堤。就在这时，一段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，原来你早就死过一次了。上一世过马路，那辆醉驾的豪车横冲直撞，路人四散奔逃，偏偏你因为身躯笨重，像只企鹅一样挪不动，直接被撞上了天。临死前耳边只剩下路人冰冷的嘲讽，真是一头死肥猪，把人家车头都砸了个坑。重活一世，你依旧浑浑噩噩像个傻子，直到觉醒了这个救命的系统。此刻你的世界从未如此通透，仿佛那台卡顿的老旧诺基亚瞬间升级成了亿万像素的顶配机皇。这时系统的声音不合时宜的响起，宿主回家吗？你盯着镜子里的陌生人坚定的摇头，那里根本不是我的家。镜中的你虽然相貌平庸，甚至有些丑陋，心底却涌起前所未有的自信。新世界老子来了！翻开钱包，你顿时惊了，里面竟然躺着2张红彤彤的100元大钞。要知道你那对偏心眼的父母平时1毛不拔，可上初中的妹妹光零花钱每月就有500，2个弟弟也是各有200。脑中灵光一闪，你瞬间想起来了，上辈子这时候2弟高考超常发挥，你爸喝高了要摆升学宴，酒醒后心疼钱又改成家宴，这200块是打发你去买菜的苦力费，你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反手就把钱揣进兜里。不仅如此，身份证居然也在，这下连回那个冰窟窿的最后一点理由都没了。这200块就当是自己这辈子事业的启动资金，给那家人当牛做马2辈子，只拿走200块，你都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活菩萨转世。于是你直奔菜市场地摊，豪掷80块置办了一身新行头和廉价鞋子，紧接着马不停蹄钻进澡堂，搓澡20，毛巾肥皂20，里里外外洗掉一身晦气后，兜里只剩80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疑惑发问，宿主，你为什么不用体重兑换点钱花花？你挑了挑眉角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，不是你说体重只能兑换自身数值吗？系统长舒一口气，我只是确认下你新充值的智商确实到账。你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，将那些油腻发臭的旧衣服像垃圾一样塞进垃圾桶，你头也不回的扎进火车站的滚滚人潮。40块钱换来一张通往横市的硬座，等车的间隙，你又抠索出几块钱买了一瓶纯净水和一袋干巴巴的大馒头。车厢里闷热的像个巨大的蒸笼，到处充斥着令人窒息的焦躁。你被死死挤在2个满身横肉的大叔中间，身体像贴纸一样被挤压的几乎变形。就在这时，饭点到了，方便面的调料味、浓重的汗臭以及若隐若现的脚臭味交织在一起，那股恶臭简直能把人顶个跟斗。可你依旧面无表情，机械的往嘴里塞着干硬的馒头，再灌下一口凉水强行咽下，整整4个馒头下肚。旁边那个画着精致妆容的女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，满脸写着不可思议。你没理会周遭的目光，在脑海里默默呼唤系统，询问是否有强制催眠这种服务。系统迟疑了一下，提醒这种深度睡眠虽然能彻底隔绝外界，却极不安全，一旦陷入就谁也叫不醒。你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弧度，直接回怼过去，这破日子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劫色吧长得太磕碜，劫财吧全身家当就剩几10块。这股破罐子破摔的狠劲让系统瞬间沉默，随后他低声确认睡眠时长，你打了个冗长的哈欠，随口定了4个小时。话音刚落，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困意猛然席卷了大脑，眼皮沉重的如同灌了铅，还没来得及再说一个字，整个人就坠入了无底的黑暗。你沉入了一个漫长的没有尽头的梦境，与其说是梦，不如说是血淋淋的上一世。那时的你是个彻头彻尾的丑角，身高1.55米，却顶着200多斤的赘肉，远远瞧着活像个长了腿的巨型水缸。父母嫌弃你丢人，亲戚拿你当反面教材，同学更是变着法子捉弄你。直到高中时期，你才算交到了人生第一个朋友没希望。他那张脸俊秀的无可挑剔，家境又优渥，是全校女生倒追的校草。可如今回想起来，那算哪门子朋友？他不过是没像别人那样当面扇你巴掌罢了，偏偏就是那点微不足道的施舍，让你感激涕零的对他掏心掏肺。后来你阴差阳错进了娱乐圈，靠演丑角讨生活，没想到没希望也跟着扎了进来。你们很快成了圈里标榜的模范兄弟。你虽然没天赋，但胜在有一股豁出命去的拼劲。扮丑卖蠢这种事，你总是冲在
在最前面。结果你的名气竟然慢慢盖过了没希望。紧接着你收到了快乐薯片团队的试镜邀约，那可是国内顶尖的喜剧团队，经手的电影票房动辄100亿，他们竟然想让你出演的2号，这预示着你终于能摆脱龙套的命运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。在你欣喜若狂之际，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没希望。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真是蠢的卦象，竟然没察觉到电话那头沉默中透出的阴冷。就在试镜的前一天，没希望突然打来电话，盛情邀请你参加同学聚会。你对那帮人厌恶透顶，但为了不负他的面子，还是换上了压箱底的好衣服，憋着一口气想证明自己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胖子。结果等待你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羞辱。那群所谓的同学在大屏幕上投放了一段视频，把你职业生涯里所有丑陋恶心的片段剪辑在一起，甚至还找来肥猪发情的画面做对比，左右画面同步扭动，背景音则是那首戏谑的《猪猪之歌》。魔音川2，没希望的女友裴一婉站在台前带头鼓掌，脚尖轻快地打着节拍，没希望就坐在他身边，优雅地捂着嘴偷笑，私底下还给女友竖起大拇哥。那一刻，你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浑身的血液一股脑涌向天灵盖。10年的摸爬滚打，所谓的深情厚谊，原来在他们眼里全是工人消遣的笑话。没希望脸上还挂着那种伪善的笑，那是嘲弄还是怜悯？你已经彻底看不清了。就在这时，你的余光扫到了角落，那个男人竟然也在，他依旧那般清冷孤傲，仿佛高不可攀的雪山。他就静静地坐在阴影里，冷眼旁观这场荒诞的闹剧。你鬼使神差地转过头，死死地与他对视，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里没有任何情绪。无论是狼狈不堪的你，还是乌烟瘴气的现场，都经不起他心中半分涟漪。他就如同神明在俯瞰蝼蚁的滑稽戏，在那道目光的注视下，你最后的一丝尊严彻底崩塌。你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困顿悲鸣，猛地撞开人群，冲向马路。下一秒，一辆豪车呼啸而至，剧烈的撞击把你整个人撞上了天。你的魂魄在半空游荡，冷冷地看着这荒诞的收尾。肇事者赔了50万，反手就把闯红灯的帽子扣在你头上，那笔钱竟然成了所谓的人道主义补偿。而你的父母拿到钱后，签协议的速度比扯厕纸还利索。你的死讯在热搜上闪现，转眼间就被某个顶流的绯闻压得无影无踪。葬礼清冷的吓人，你的家人坐在灵堂里，一边嗑瓜子一边清算你的遗产。妹妹甚至抱怨你存款太少，买块像样的墓地都嫌贵。这时没希望登场了，他在你的遗像前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，身后的摄影师疯狂按动快门，还要提醒他保持悲伤且帅气的角度，因为那是明天热搜的素材。这就是你上一世那令人作呕的终局。猛然间，你睁开双眼，车窗外已经到了横市，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梦工厂。系统满心以为你会直冲影视城寻找机会，可你下车后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大步流星地拐进了一条喧闹的步行街。你甚至没多做停留，转身走进一家毫不起眼的旧书店，这里的一切都透着一股岁月的陈旧感，连门口的招牌都褪色的斑驳陆离。店老板是个满头银发的老爷爷，正靠在椅背上打着瞌睡。看到那张熟悉的脸，你的心头猛地一颤，悲伤、喜悦与深深的怀念像潮水般瞬间涌了出来。你放轻脚步走上前，手指轻轻扣响了桌面。老爷爷猛然惊醒，满脸惊喜地问你要买什么书，你却只是红着眼眶微笑，轻声请求能否留在这里打工。仅仅过了半小时，你就成功留了下来。系统忍不住在脑海里发问，是不是和这位店主上一世就认识？你一边漫无目的地在影视城闲逛，一边在心里承认，这位店主姓胡，上一世你一直叫他胡爷爷。那时的你身无分文，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在大城市迷了路，是胡爷爷好心收留了你整整1个月，直到你接到第一份龙套工作才搬走。等你拿到微薄的工资想去还钱，他却板着脸拒绝了，只说让你以后火了再来还。这句话你记了一辈子。可当你终于在娱乐圈混出点名气，满怀期待的再回到这里时，胡爷爷的书店竟然已经不见了。你发疯似的四处打听，这才从街角烧烤摊老板娘口中得知噩耗，胡爷爷得了绝症，他那一双儿女竟然嫌治疗费太贵，为了省钱，硬生生看着一个好好的老爷爷被病痛活活熬死。他死后尸骨未寒，书店就被儿女转手卖掉换了钱。你再次睁开双眼，眼底尽是冷意，这就是你上一世的结局。胡爷爷是这个冰冷的陌生城市里极少数给过你温暖的人，然而现实根本不是童话，好人没好报，反倒是你家那窝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踩着你的尸骨活得风生水起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出声安慰，让你节哀顺变，你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眼角挂着泪花，反问结什么哀？胡爷爷现在明明还好好的，这一次你绝不会让他重蹈上辈子的覆辙。事实上，你不仅提前见到了胡爷爷，还得偿所愿的让他提前收留了你。就在刚刚，你们已经谈妥了条件，你从此就住在书店里，白天他看店，晚上8点后换你来守夜。他不给你开工资，但是管饭管住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胡爷爷这破书店根本不需要人手，留下你纯粹是他心善，看不得你流落街头。安顿好住处后，你立刻马不停蹄地前往影视城，轻车熟路地找到演员工会，只花了10块钱，一张崭新的演员证就到了手。谢天谢地，幸好现在还不是几年后，那时候办证不仅要查验身份证、银行卡，还得扫码进群验证。没手机的你简直寸步难行，系统搞的那个强制深度睡眠果然厉害。现在的你神清气爽，浑身轻松的像要飘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你突然想到一件关键的事，连忙在心里呼唤系统查询现在的身体数值。下一秒，数值记录弹窗浮现：宿主杜杰，50、20岁，颜值0，健康值41，属于亚健康状态。我的天，体重竟然狂减了120斤，原本负数的颜值竟然回到了正常人的0点。系统还贴心的补充，宿主原本健康值只有30，现在升到了41，这买卖简直是买1送2。可当你视线往下移，竟惊讶的发现多了几项从未见过的新数值。你立刻追问昨天为什么没有显示，谁知系统竟然毒舌的回答，因为以宿主昨天的智商，根本不足以理解这几项数值的意义。你瞬间被噎得说不出话，一脸无语。办完证后，你在影视城又转了几圈，身体很快便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。你打着哈欠，慢悠悠地挪回了书店。回到书店时，胡爷爷正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看书，
见你回来，他慈祥地笑着指了指桌上给你留的饭。你低头一看，是2个白胖的馒头，一碗酸菜猪肉炖粉条，还有一碗稀得见底的豆浆。明明是剩饭剩菜，却还冒着腾腾的热气，显然刚用微波炉精心热过。他又指了指库房，嘱咐给你拿了套铺盖，吃完早点睡。你闷闷地应了一声谢谢爷爷。胡爷爷乐呵呵地拄着拐杖离开。你看着他那颤巍巍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，却没有起身去送。你知道他的家就在不远处，和他那不争气的儿子儿媳住在一起。你没去送他，因为你知道胡爷爷那个嘴碎刻薄的儿媳最见不得他对别人好。如果被那个女人看见，不知道又要给胡爷爷生多少嫌弃。你重新低下头，拿起馒头狠狠咬了一口。馒头明明绵软喷香，下一秒一滴滚烫的水渍却毫无征兆地砸在雪白的馒头上。你一边大口吃着，一边在心里默念：胡爷爷，这一世我会火起来的，我会变得很有钱，非常有钱。接着你风卷残云般把饭菜吃光，甚至连菜汤都喝得一干二净。收拾完碗筷后，你走进了库房，果然还是记忆中那套铺盖，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底兰花被褥，散发着淡淡的樟脑闻味。就在系统以为你要倒头大睡时，你却猛地转身回到书店大堂，在书架上巡视半天，最终抽出了一本厚厚的新华字典。系统顿时就看傻了眼，可他不知道上一世的你因为没文化吃过多少亏，被嘲笑了多少次。这一世你虽然拥有了高达138的智商，但大脑里却依旧空空如也，因此必须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，一步步把它填满。你暗下决心，系统忍不住提醒宿主已经很晚了，你头也不抬，只回了一句没事，反正有你兜底。紧接着你彻底被这138的智商震惊了。你甚至能清晰地回想起那些生僻字所在的页码与行数，这便是顶级智商带来的过目不忘。不仅如此，你的阅读速度更是达到了一目十行的恐怖程度，仅耗费1个半小时，你就生生啃下了1/5本枯燥乏味的字典。这意味着你竟然只需要不到8个小时，就能将整本字典的内容暴力拆解并植入脑海。此时的你如同一个贪得无厌的恶魔，疯狂地吞噬着每一个字符，即便此时早已头痛欲裂，双眼布满血丝，可内心却感到一种近乎战栗的快活。你能清晰察觉到，那块曾经荒芜的大脑正被知识一点点填满，过去的贫瘠与愚蠢正被强行驱逐。为此，你暗暗发誓，这辈子绝不重蹈覆辙。谁知系统尖锐的警报声猛然炸响，提醒你的健康值已经跌破38的大关，进入危险红区。面对系统的严厉警告，你却毫不在意地扯了扯嘴角，嗓子嘶哑地挤出几个字，命令自己再看1小时。结果熬到凌晨2点，你只觉眼前阵阵发黑，大脑因超负荷运转而发出阵阵耳，这才不得不停止这场狂暴的知识掠夺。下一秒，你整个人天旋地转，身体犹如断线的木偶，头重脚轻地栽向简陋的铺房，重重倒在地铺上，陷入昏迷。就在意识彻底湮灭前，你强撑着对系统下达强制休眠的指令，要求明早6点准时唤醒。然而就在系统即将启动休眠时，你却突然挣扎着开口追问现在的体重数值。听到系统报出52公斤以及2公斤的可兑换额度后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将这2公斤体重全部兑换成颜值。系统似乎还想劝阻你，毕竟你现在的健康值已经低得离谱，可你直接冷声打断：颜值是你在这个看脸的世界逆袭的唯一筹码，你必须抓住一切机会。下一瞬，你感到浑身泛起一阵微热，比起第一次的剧痛，这次的感觉显然温和了许多。由此你记下了一个关键点：兑换时的体感热度与兑换总量直接挂钩。紧接着，无边的倦意彻底将你吞没，系统默默为你熄了灯，开启强制休眠模式。第二天清晨6点，你准时睁开双眼，掀开被子，迫不及待地冲进卫生间。可对着镜子一瞧，那张脸依旧透着营养不良的黑黄，五官也依然平庸的出奇，你心中难免有些失望。凑近镜子仔细审视，终于发现脸上的陈年痘印似乎淡化了那么一点点。果然，2点颜值的提升在视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随后你简单洗漱完毕，推门而出，胡爷爷已经早早等在店里。他见你出来，笑眯眯地感慨昨晚睡了个安稳觉。你知道爷爷是在宽慰你，毕竟书店那厚重的卷帘门可不是摆设，根本没贼敢打主意。胡爷爷仿佛看穿了你的心思，又笑着补上一句，说有了你这个小伙子看店，他也能早点回家含饴弄孙了。听到这儿，你脸上这才露出一个舒心的笑容，能实实在在地帮上这位老人的忙，你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胡爷爷抬手朝桌上指了指，催促你赶紧趁热把早饭吃了。桌上摆着2个冒热气的大肉包和1碗浓郁的豆浆，你此刻饿得眼睛都绿了，抓起包子3-2口就吞下一个。正当你细嚼慢咽第2个包子时，胡爷爷却一脸惊讶地看着你，心疼地询问怎么饿成这样，还嘱咐你慢点吃，不够他中午再多带点。你连忙咽下嘴里的食物，趁机说出接下来的计划，表明中午不用留饭，因为你不打算回来了。胡爷爷闻言惊讶极了，急忙追问你要去哪里。你腼腆地笑了笑，轻声吐出影视城3个字。此话一出，胡爷爷原本慈祥的脸瞬间僵住，他忍不住上上下下打量你，眼神里写满了不敢置信。你心里清楚，在他眼里，你就是一个扔进人堆里转眼就会被淹没的普通人。这种大众脸在演艺圈就是一辈子跑龙套的命。果然，胡爷爷纠结了半天，还是开了口，劝你听老人一句劝，那行当1万人里也出不了一个大明星，还不如找个安稳生计。你感激地看着老人家，却语气坚定地表示自己心意已决。胡爷爷见劝不动你，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摆手让你去碰碰运气，好歹混口饭吃。然而他哪里知道，你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混饭吃，而是要在那个充满名利诱惑的圈子里掀起一场惊天巨浪。看着胡爷爷那副良言难劝该死鬼的表情，你反而咧嘴一笑，自信满满地宣告自己一定会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。胡爷爷听完，脸上写满了无奈与怀疑，但他终究还是厚道的没把打击的话说出口，只是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。就在你转身要走时，你猛然想起一件事，又折返回来询问能否带一本书出去。胡爷爷一听你还愿意读书，似乎觉得你这年轻人还有救，抬手指了指最里面的旧货架，大方表示那上面的2手书随便挑，记得带回来就行。你快步走过去，在那堆散发着霉味的旧书里一扫，精准地抽出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将其装进
塑料袋。这一世，你的脊梁也要像钢铁一样锻造而成。横是影视城从不缺追梦的疯子，无数年轻人像飞蛾扑火般涌入，最终却只能成为这座雄伟建筑下的一块基石。虽然理想丰满，可现实却给了你当头一棒。你连跑了3个剧组都被无情的拒之门外，拒绝的理由出奇一致，嫌弃你个子不够高，长相太普通，属于群演里最垫底的那一波。直到你跑到第4个剧组时，时间已经到了烈日当空的中午，那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古装剧组，正紧锣密鼓的筹备战争场面。你低声下气的跟场务好说歹说，表示自己不要工钱，只想进去干活，顺便观摩学习。这场务这才勉强放你进去派发矿泉水。7月的天气，太阳毒辣的像要把地面烤化，群演们穿着厚重的盔甲跑来跑去，个个心里都憋着一肚子火。咔咔咔，执行导演满头大汗的咆哮着，手中的剧本卷成桶状，疯狂挥舞，怒骂大家都是猪脑子，连左右都分不清。这一个镜头已经反反复复拍了10几遍，执行导演那颠三倒四的指挥把所有人弄得晕头转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胆大的群演终于忍无可忍，大声反驳导演刚才明明说左转不用举旗。执行导演瞬间恼羞成怒，脸红脖子粗的吼叫：“是谁说的？滚出来！”谁知人群中猛地窜出一个高壮的群演，梗着脖子怒对回去，骂导演自己不行还怪别人。执行导演彻底被激怒了，跳着脚质问谁才是导演。一场大战眼看一触即发，那个高壮群演直接啐了一口唾沫，骂导演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算个什么东西？执行导演气得直跳脚，指着他问名字。那群演也是个硬骨头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大吼一声黄飞章，紧接着一把扯下头盔，狠狠摔在地上。执行导演破口大骂让他滚，发誓让他以后别想在这挣到一个字。岂料黄飞章根本不稀罕，当场扒下盔甲，气冲冲的走了。执行导演气得脸色发紫，却只能强撑着面子喊继续拍，少他一个不少。然而助理却赶紧凑过来低声下气的劝阻，说这场戏演员已经压到极致，那个角落缺个人会很难看。执行导演顿时更不耐烦，骂助理是死的，布满大街都是人吗？说着，他的手指猛地指向正在角落发矿泉水的人，让你顶上去。助理连忙陪笑，提醒导演你长得太普通，个子又矮，穿上盔甲怕是不协调。导演直接粗暴地打断他，说个子矮正好不用挑，转过身冲你吼道，让你站到那个大个子后面去。闻言你立刻放下水，捡起那套沉重的盔甲，笨拙地往身上套。不知是否是智商变高的原因，你感觉手脚似乎比以前灵活了不少。麻利地套上盔甲后，迅速站到了指定位置。这场戏简直是折磨，导演的水平稀烂，几百号人顶着大太阳跑来跑去，浑身湿透。厚重的盔甲下，你只觉得头晕眼花，早上吃的那点东西早就消化光了，全凭咬紧牙关死撑。虽然大脑能跟上导演的指挥，可手脚却已经酸软无力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尖锐的警告，提示宿主健康值已降至30。你心想这有什么妨碍？系统却冷冷的警告，通常只有慢性病患者健康值才会到这个程度，如果你死了，他的任务就会失败。你懒得理他，气喘吁吁的转了个圈，举起手中的旗子。下一秒，你忽然觉得四肢轻松了不少，连酸痛感都淡了很多，于是立刻警觉地问系统是不是回光返照。系统显然一脸黑线，吐槽你这智商算是白加了。终于，导演喊了一声咔，这条过了，人群顿时爆发出一阵有气无力的欢呼。紧接着，助理高声宣布导演请客，盒饭随便吃，不够就去店里拿。现场瞬间响起一片赞美严导大气的欢呼声。你卸掉头盔，长舒一口气，先把盔甲还了回去。可没想到，那个助理竟然一直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，大概是奇怪你这个新人怎么比那些老群演做的还好。然而就在你归还盔甲转过身的那一刹那，你清楚地看到他眼里的那点欣赏和好奇瞬间熄灭。果然，再有天分又怎么样？就冲你这副路人脸，在他眼里注定一辈子也出不了头。可你根本不在乎，因为剧组的盒饭来了，香喷喷的米饭配着糖醋茄子和西红柿炒蛋，甚至导演还自掏腰包给每人加了根大鸡腿。这高热量的食物对别人是身材杀手，对你却是救命粮。你直接干掉2盒饭，啃完2条鸡腿，又咕咚咕咚灌下2大瓶矿泉水。然而那股恶火竟然还没压下去，于是，在旁边大叔震惊的目光中，你面不改色地打开了第3盒饭。他那眼神简直是对你的饭量肃然起敬。可他哪里知道，你已经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。扒干净最后一口饭，你在脑中冷冷问到现在的体重是多少？系统回答你刚刚吃喝足足长了4斤，也就是2公斤。你立刻下令全给兑成智力。系统彻底惊了，质问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兑换智商做什么？你冷冷一笑，表示现在一点也不累。他当然不知道那都是激素麻痹的假象，更不知道你就是要体会一下140智商的真正天才感觉。下一秒，你只觉身体微微发热，眼前的世界瞬间变得无比清晰，还没来得及品味这种奇妙的感觉，耳边就传来一道声音，调侃你这个小个子竟然吃这么多，下午跑起来当心吐出来。你猛地一抬头，映入眼帘的正是刚才对你肃然起敬的大叔乔永华。你立刻扯出一个感激的笑容，摆摆手表示自己天生饭量大，这点东西根本没事。此时正值剧组午休，烈日当空，你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休息的地方，所有能遮阴的角落早就被老油条们占领。于是你只得拎着个小马扎，蜷缩在点将台那一小片可怜的阴影里，随后从怀里掏出了那本从书店带出来的书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尖锐的警报声再次在脑海中炸响，警告宿主目前的身体状况必须立即午休。你却连头都懒得抬，手指飞快地翻开书页，在心里冷冷回忆这一觉晚上再补。没想到仅
仅用了1个中午的时间，你竟然把整本书全看完了。当合上书页的那一刻，一种巨大的触动瞬间击中了你的神经，那是一种灵魂深处被知识占领的占领。原来天才和普通人的智商仅差了2点，效果却是天差地别。你的阅读速度快到飞起，不仅如此，你还能对文章产生无比深刻的理解，这和昨晚完全不同。昨晚读字典只是机械的把字刻进脑海，但今天读这本书，你却产生了真正的灵魂共鸣。你就像一个饥饿已久的婴儿，贪婪地吮吸着每一滴知识的乳汁，直到下午开拍的哨声吹响，你才依依不舍地把书放回塑料袋。不得不说，多亏了系统的强制休眠机制，虽然你奔波了一天，中午也没睡，下午竟然还能活蹦乱跳，精神抖擞。紧接着，一天的拍摄终于结束了，你的手里攥着那沉甸甸的100块辛苦钱，手指死死地扣着纸币的边缘，感觉恍如隔世。这是你重生以来凭本事赚到的第一笔回头钱。你二话不说，立刻冲进附近的公共澡堂，痛痛快快地洗掉了那一身臭汗。出来时又顺手去地摊买了一套廉价的换洗衣服。从今天起，你终于有了2套可以换洗的衣服，不用再搜着身子见人了。回到书店时，胡爷爷照旧给你留了晚饭，一碗油润的炸酱面，1根软糯的煮玉米，还有喝剩的半袋豆浆。然而他看你的眼神却带着一丝神秘，招招手让你快过去看个东西。你低头一看，顿时愣住，那是一个破旧的帆布书包，样式老土的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，侧面还打着一个显眼的补丁。胡爷爷乐滋滋地搓着手，解释说这是他儿子高中用过，已经洗得干干净净，总好过你天天拎个塑料袋招摇过市。你默默接过书包，鼻尖传来一股廉价洗衣粉的清香。书包虽然旧，针脚却很结实，布料也被洗得发白。见你沉默不语，胡爷爷以为你嫌弃，顿时手忙脚乱地比划着，絮絮叨叨地解释这包多结实多能装，似乎在为只能拿出这么个旧物而感到歉疚。你猛然抬起脸，对他露出了一个灿烂至极的笑容，重重地点头说自己很喜欢，太实用了。有了这个书包，你的新生活才算正式拉开了帷幕。从此，你过上了2点一线的枯燥生活。白天你就混迹在影视城，跑龙套、演护卫、当士兵、扮路人，有什么演什么，从不挑剔。有时候运气好，还能演尸体或者孝子，那种倒在血泊里的死人角色。别人嫌晦气躲得远远，你却一马当先冲上去，就为了拿那10块5块的去晦气红包。风吹日晒，暴雨酷暑，你全都视若无睹。你拼了命一样的演戏，就算是那些鸡零狗碎的背景板角色，你也竭尽全力去演绎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你的工资没有多1分钱，更没有什么慧眼识珠的导演突然发现你是块璞玉。于是做完工作，你就默默坐在角落里看书。下了工，你就厚着脸皮蹭剧组的盒饭。有些剧组的盒饭难吃到令人发指，甚至还能吃出头发和苍蝇，但你照吃不误，能吃1盒绝不吃半盒。有一次，你竟然从盒饭里吃出1只大的吓人的死螳螂，周围人吓得尖叫，你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手指一弹把它飞了出去，接着面不改色的继续扒饭。旁边的群演当场惊呆，从此你在群演圈里就多了个响亮的绰号“饭桶”。但让他们更惊讶的是，你吃的比猪多，却一点肉都没长，反而越来越瘦，像根竹竿。下了工，你直奔书店，一边帮胡爷爷看店，一边如饥似渴的读书。4大名著、古典小说、唐诗宋词，你什么都看，来者不拒。这些文字像流水一样深刻地灌入你的脑，填满每一个干涸的缝隙。可你还觉得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你的灵魂在饥渴咆哮，大脑在疯狂叫嚣，你需要更多的知识。你拥有天才的大脑，里面却有着大片的空白。你必须改变这种无知的现状，所以你每天读书读到凌晨3点，再强制休眠到6点起床，一天只睡3个小时。不是在跑龙套受罪，就是在书海里苦读。系统不止一次警告你，这种做法是在透支生命，劝你兑换健康值，可你却充耳不闻，反而把每天狂吃盒饭增长的那2公斤体重全部兑换成了颜值。对现在的你来说，知识、经验和颜值才是翻身的资本，至于健康，只要死不了就行。因为你不爱交际，整天捧着书，群演们私下都嘲笑你清高。这天，你正躲在墙角聚精会神地看《简爱》，突然一片阴影投了下来，挡住了光线。你抬头一看，来人正是萧继博。他在群演里小有名气，大家都尊称他一声萧哥，因为长得还行，总能演些有台词、有正脸的角色。你和尚书硬邦邦地用眼神询问他有事吗？萧继博嘴角挂着一丝戏谑，伸出2根手指夹起你的书皮，晃了晃那本《简爱》，阴阳怪气地嘲讽道：“这不是初中生的必读书目吗？怎么大高材生也看这种书？”听着这番阴阳怪气的嘲讽，你的脸上却平静如水，毫无波澜。高材生？谁？不就是你吗？萧继博见你不接茬，发出一声怪笑，五官因为嫉妒而微微扭曲。不是高材生还能是什么？你缓缓抬起眼皮，语气淡漠的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，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自己不是什么高材生，高考落榜了。萧继博万万没想到你会如此坦诚，准备了一肚子的挖苦话瞬间被堵在了嗓子眼，整个人像只被掐住脖子的鸭子，当场噎住。你神色平静的伸出手，示意他闹够了就把书还回来。打扰了。萧继博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，嘴上说着客气话，手指却猛然一松，啪的一声脆响，你的那本《简爱》重重的摔在满是尘土的地上，激起一小圈灰尘。
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。你沉默片刻，默默弯下腰捡起书，轻轻拍去封面上的灰尘，精准地翻到刚才读到的那一页，继续旁若无人的阅读。萧继博见你竟然敢如此彻底地无视他，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，额角的青筋都爆了起来，指着你的鼻子破口大骂，骂你装模作样像条哈巴狗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张脸，长得丑这辈子也别想出头。然而你只是淡定的又翻了一页书，连眼角的余光都没分给他半点。萧继博见你这副油盐不进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气得满脸通红，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，这才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忍不住在你脑海中发问：宿主，这人是不是有病？为什么非要找你麻烦？你一边翻着书，一边在脑海里冷冷反问：你不是自称最先进的系统吗？怎么连这种低级的人性都看不穿？系统立刻不服气的辩解，声称他的计算能力虽然最先进，但确实无法理解人类这种充满了无效社交和无意义情绪的生物。无意义啊！你喃喃自语，低下头，手指划过书页，轻声念出书里的一句经典：承认我是好的，并不能为他带来快乐，只会给他带来羞辱。系统听完更猛了，完全无法理解这句名著引言和刚才的冲突有什么逻辑联系。你嘴角微勾，露出一个嘲讽的弧度，心想你不愧是系统，眼盲心盲，对复杂的人性一无所知。系统冷冷的回怼说，他的视觉传感器比你的肉眼强无数倍，至于心，他确实没有那玩意儿。闻言，你立刻毫无诚意地道了歉，这反倒让系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。于是你决定不再难为这个人工智能，缓缓在脑海中道出了真相。原来萧继博是导演助理养金丝雀，本来要演一个戏份很重的侍卫，结果临拍摄时，导演发现他是个草包，连台词都背不下来，直接劈头盖脸骂了一顿，当场换人。好巧不巧，换上来的正是他在圈子里的死对头。系统更加不解，既然导演换的是别人，他又不是把你换上，这疯狗找你撒什么气？你接着解释，刚才过了2场戏，你演个背景板奴才，因为站得笔直，导演路过时随口夸了你一句敬业，还拿你跟他们那些混子做了对比，他不敢去找死对头的晦气，一肚子邪火没处发，所以才像条疯狗一样咬上你这个软柿子。系统顿时沉默了，良久才总结出这就是人类劣根性中的欺软怕硬和移情作用。你不禁哑然失笑，纠正他，移情这个心理学术语用在这里不太准确。随后你不再理会系统的碎碎念，继续沉浸在书的世界里，低声念叨着书中的独白。你感到愤怒，但最后你决心要征服他。读完这一章的最后一段，你和尚书去领了今天的盒饭。紧接着下午的拍摄开始了，没想到萧继博竟然还有点背景手段，上午才被换掉角色，转眼间下午又通过那个助理捞到了另一个侍卫角色。不过这个侍卫更惨，发现反派罪证后直接被勒死，还要被伪装成上吊自杀的假象。然而尴尬的问题来了，萧继博个子太矮，踩在凳子上根本够不着柜子里的绳套。导演助理忍不住在一旁抱怨说，你非要抢这个角色干嘛？自己多高心里没点数吗？萧继博脸涨得通红，却不敢还嘴，只能任由助理威胁说导演一会儿来了又要骂人，让他赶紧放弃。眼看好不容易求来的角色又要飞了，萧继博急得满头大汗。就在这时，他贼溜溜的眼睛一转，看到了不远处你的小马扎上放着那本厚厚的书，他瞬间眼睛一亮，像发现了救命稻草一样小跑过去，二话不说一把将书抢了过来。助理皱眉问这是谁的书？萧继博满不在乎的说是借个小群演的用，随即兴奋的把你的书扔在凳子上，说垫在脚下不就够高了吗？助理有些迟疑，担心镜头扫到会穿帮。萧继博立刻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裤子长能遮住。正当此时，导演马上就到，助理也顾不得许多，立刻摆好机位准备开拍。萧继博踩在你的书上，心里得意极了，既解决了身高的硬伤，又能名正言顺的把你视若珍宝的书踩在脚下糟蹋，真是一举两得的妙计。 Action！ 随着导演一声令下，开拍了。萧继博踮起脚，故意装作够不到绳套的样子，脚底带着泥巴的鞋狠狠地在你书上使劲刮擦，刮完还嫌不够解气，又在书封上用力一蹭，试图把封面踩烂。突然，咔嚓一声轻响，谁知下一秒，他脚底猛地一滑，身体骤然失重，砰的一声巨响，萧继博整个人从凳子上狼狈地摔了下来，结结实实地摔了个狗吃屎。怎么回事？原本昏昏欲睡的导演瞬间惊醒，怒吼到：“你脚底下抹油了吗？”萧继博屁股疼得仿佛要裂开，龇牙咧嘴的愕然看向地上的书。原来那本书年代久远，封皮与书籍早就摇摇欲坠，只剩一层薄薄的纸连着，再加上他刚刚心怀恶意的故意那一层，封面当场脱落，直接导致他脚底打滑。导演定睛一看，立刻认出了这个草包，当场大怒，骂道：“怎么又是你这个阴魂不散的废物，赶紧滚蛋！”接着他转头冲着助理咆哮，让他别一天到晚往剧组里塞这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是不是也想卷铺盖滚蛋？
助理吓得像个鹌鹑一样缩着脖子，连忙叫人把哀嚎不断的肖继博像拖死狗一样轰了出去。导演不耐烦的大喊：“原本的演员死哪去了？导演，我在这！”一个高个子男演员气喘吁吁的跑来，正是原定演这个角色的谭华。他走到凳子前，看着地上那本惨遭蹂躏的书，默默弯腰把脱落的封皮和书页小心翼翼地收好，放在镜头拍不到的角落，然后利落地踩上凳子，一条过，顺利完成了这场戏。下戏后，谭华手里拿着你那本残破的简爱，七拐八拐走进了一个偏僻的角落。此时你正缩在小马扎上，捧着那盒已经有些微凉的盒饭大口划拉。猛然间看到谭华正大步朝自己走来，他脸上带着几分腼腆的笑意，那是历经沧桑的群演身上少见的纯粹。他伸手将那本《简爱》递到你面前，你赶忙放下筷子接过书，结果定睛一看，原本支离破碎的封皮竟然被透明胶带仔细的粘补好，连边缘都被细心的抚平过。谭华顺势拉过一个马扎坐在你身旁，紧接着长舒一口气，感叹道：“幸亏你之前特意去通知他，甚至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戏服借了出来。”你扒了一口米饭，含糊的应了一声，毕竟两人的侍卫服装一模一样，倒也没露馅。随后他有些担忧的追问：“你把衣服借了他，那二导那边没为难你吧？”你咽下嘴里的饭菜，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说自己去得晚，那场站桩戏拍完才到场，自然就用不着上场了。见对方还不放心，你故意换上一副吞吞吐吐的表情，小声解释自己跟二导扯了个谎，说是中午不小心听到司助理打电话，误以为拍摄时间改到了3点，这才耽误了。紧接着你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谭华，试探着问华哥：“你不会怪我吧？”谭华猛地一愣，想起中午你确实就在身旁，他确实也接了那个电话，于是不仅没起疑心，反而冷笑一声，觉得二导肯放过你，纯粹是看在司助理那个好兄弟的面子上。你咬着筷子，假装不经意的添油加醋，感慨司助理这么重要的事都能记错，确实有些不够敬业。谁知这话瞬间点燃了谭华的怒火，他咬牙切齿的低骂那家伙是为了照顾自家的姘头才昏了头。你故作懵懂的歪着头，问剧组里还有人要剃头吗？那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引得谭华一阵叹息，甚至伸手拍了拍你的肩膀，叮嘱你长点心，别被人坑了还帮着数钱。随后谭华又感慨你的书被肖继博那个混球给糟蹋了，你立刻皱起眉头，苦恼地表示这书是借来的20部，这下恐怕得赔人家钱了。谭华一听这话，不仅立刻拍胸脯说这钱他出，甚至不由分说地塞给你几10块钱，毕竟你为了帮他连工钱都没拿到，还搭进去一本书，哪有让你吃亏的道理。转眼间吃完饭后，你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，将书塞进包里回到了书店。面对胡爷爷时，你一脸歉疚，主动提出要赔偿损坏的书。胡爷爷戴上老花镜端详了半天，却只是叹了口气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紧接着半个月的光景飞速流逝，此时你站在镜子前，凝视着里面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影像。由于每天坚持增加2点颜值，到了今天已经足足提升了30点。你本以为会脱胎换骨，结果凑近一看，整体轮廓竟然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然而得益于你今非昔比的记忆力，你还是发现了一些细微的惊喜。眼睛似乎稍微大了一圈，原本杂乱的眉毛也顺眼了许多，尤其是鼻梁终于有了一丝微不足道的隆起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冷不丁地冒出一句，提醒你人类的正常颜值在50到60之间，超过80才算帅哥。你没好气地追问自己现在算什么水平，结果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毫无存在感的路人甲，甚至仔细看还会觉得长得挺丑。你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心想这系统还真是毒舌的够可以。于是你不仅继续钻研那些文学作品，甚至还给自己安排了练字的任务，因为之前的字迹实在惨不忍睹。你为了挤出时间，甚至直接把睡眠时间又推后了1小时。系统对此不仅感到震惊，更是有些沉默。毕竟你这种往死里折腾自己的方式，让健康值一直在暴跌。可你每次都只是淡然的回一句谢了，下次再说。反正有系统的强制休眠保底，再差的身体也能在昏睡中得到病态的放松。除此之外，为了改变瘦弱的体型，你开始疯狂摄取廉价的脂肪和碳水，巧克力和汽水成了你的家常便饭，甚至在夜市里专门挑量大管饱的摊位横扫。结果这种暴饮暴食的行为果然伤了胃，可龙套的生活依然举步维艰。因为长相和身材受限，你只能接一些吃力不讨好的角色，有时在悬疑片里掩盖着厚厚白布的尸体，大热天被捂得透不过气；有时则在烈日下演一动不动的背景板，连个露脸的机会都没有。更惨的是，8月的酷暑简直像个天然的大蒸笼，你裹着厚重的麻布衣裳演那种被追杀的难民，在漫天黄土里跑断了腿，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汗流浃背。谁知一阵穿堂风吹过，你猛地打了个寒噤，偏偏还得顾不上许多，穿着这身湿透的馊味戏服，硬着头皮扒拉好
盒饭。结果毫无意外，当天晚上你就光荣的感冒了。一回到书店，你二话不说就开始疯狂进食，甚至连胡爷爷留的晚饭也被你扫荡一空。然而饭菜再香，进了嘴里却跟嚼棉花似的，舌头木了不说，鼻子也堵得死死的。胡爷爷一眼瞅见你脸色不对，满脸担忧的凑过来问是不是病。你强撑着挤出一丝笑脸，摆手解释说是拍水戏着了凉，睡一觉就能满血复活。见老爷子还是眉头紧锁，你索性把那个舔得干干净净的碗底亮给他看，心想哪有病号胃口这么好。老爷子这才勉强信了，转身煮了一大碗热腾腾的红糖水端给你。为了增重你也是拼了，端起碗咕咚咕咚一口气全灌了下去，直到看着你钻进被窝，胡爷爷才一步三回头的离开。系统本以为你终于肯消停会，没想到前脚刚走，你后脚就像做贼似的爬了起来，熟练的从书架上抽出《红楼梦》啃了起来。系统瞬间感到一阵窒息，磕磕巴巴的问你怎么又开始了，你却满不在乎的揉着太阳穴，淡定表示这书版本不同，起码得读个5遍才能吃透。此时你头疼的像要炸开，大脑更是一团浆糊，身上阵阵发冷，身体显然已经在疯狂报警。于是你在脑海里随口问了一句健康值，得知只剩25点，到了7病8倒边缘，你竟然松了口气，感慨一句那还好。系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被你这套只要没瘫痪就是轻伤的歪理气得差点死机。突然一阵尖锐的耳鸣袭来，你翻书的动作猛地一降，在脑海里悠悠地问系统怎么不帮忙调节激素。系统诡异地沉默了几秒，反问你是什么时候察觉的？你干脆把书盖在脸上，语气平淡地拆穿了他的伪装。毕竟在这个唯物主义的世界，能在你累成狗的时候让你瞬间回血，除了他这个不科学的存在还能有谁？系统无言以对，只得感叹宿主智商上线后确实不好忽悠。既然窗户纸捅破了，你拿开书眼底金光一闪，直接道德绑架，让他帮人帮到底。系统终究还是心软了。下一秒，一道微弱却温暖的热流瞬间浸透你的5脏6腑，原本炸裂般的头痛顿时消散大半。你精神一振，在心里道了声谢，便再次投入了阅读大业。虽然系统暗暗发誓下不为例，可你偏要挑战极限，硬是顽强的读到了凌晨2点，又咬牙坚持练了1小时字，躺下10手都在不受控制的打战，甚至没来得及下达指令就直接昏死过去。殊不知在你人事不省时，系统不仅贴心的帮你关了灯，更是忍痛自掏腰包花了5个能量点，偷偷把你的健康值拉回了28。第二天一咕噜爬起来，你顿觉神清气爽，虽然四肢还是酸软，但精神头足的仿佛还能再干50万字。更让你激动的是，今天可是个大日子，你的颜值终于突破了50大关，这意味着你正式脱离了丑八怪的行列。你急不可耐地冲到镜子前，看着里面那个单眼皮、塌鼻梁、厚嘴唇的男人，这些原本平平无奇甚至有点丑的五官凑在一起，此刻竟然顺眼了许多。现在的你虽说普通到了极点，但对于在这个看脸的圈子里挣扎的你来说，已经心满意足。紧接着，你在脑海里给系统下达了新指令，要求从今天开始改善肤色和肤质。随后你猛地一拍脑门，补充说个子太矮也是硬伤，要求每3天兑换1厘米身高。系统有些迟疑，担心1周窜2厘米太吓人，你却咧嘴一笑，搬出23窜1窜的老话，毕竟你才20岁，不算违背生长规律。匆匆吃完早饭，你便直奔片场，幸运的在一个古装历史剧组混了个长期小兵的差事。9月的秋老虎依旧凶猛，你裹着厚重的盔甲跟着大部队疲于奔命，偏偏几个领头的群演脑子不太灵光，好好的8门金锁阵硬是被他们跑成了大草原上散养的羊群。那个严导气得暴跳如雷，脏话连篇，你混在人堆里汗流浃背，又干又渴，嘴唇早已干裂起皮。听着那熟悉的骂声，心想这不就是那天那个暴躁的严导吗？此时群演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嗡嗡乱转，场面更加混乱，你感到嗓子眼快要冒烟，连呼吸都变得粗重如牛。系统的调节虽然能缓解疲劳，却治不了这种生理上的干渴，更何况昨天那场感冒根本没好利索，可你偏偏不知死活，拖着这副病躯还要继续熬夜，铁打的身体也经不住这么早，低着头在乱军中像只没头苍蝇，简直就不怕被马蹄子踩成肉泥。严导还在那里歇斯底里的咆哮，脸红脖子粗的骂个不停。突然群演中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，陆队是你让我们跟着箭头跑，难道还得长个猪脑子盯着地皮才能演戏？这一嗓子下去，仿佛在滚油里泼了一瓢冷水，群演们积压已久的怒火彻底炸了。大家早就受够了这个暴躁又嘴臭的暴君，甚至有几个脾气暴的仗着人多势众一哄而上，眼看着就要和严导上演全武行，现场瞬间乱成了一锅粥，推搡声、叫骂声沸反盈天。你被夹在人堆里，被人推得晕头转向，明明热得浑身大汗，骨子里却冷得直打颤。这1个多月的过度透支，加上暴饮暴食埋下的隐患，在此刻终于彻底爆发。你只觉得眼前的世界开始剧烈晃动，像是一个失控的奔跑镜头，让人恶心眩晕。你张了张嘴，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样，吐不出任何东西，也发不出半点声音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尖锐的警报声在你脑海中
钟疯狂炸响，惊恐地确认你的状态。下一秒，眩晕、反胃、酷热与极寒，所有极端的感官体验像海啸一样将你淹没。你猛地晃了2下，紧接着砰的一声，直挺挺地砸在坚硬的黄土地上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在你倒下的那一瞬间，原本混乱的片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，紧接着一声尖叫划破了嘈杂，惊恐地喊着死人了。刚才还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瞬间像见了鬼一样散开，空地中央只剩下人事不省的你。严导瞬间被吓得脸色煞白，要是真出了人命，他的职业生涯也就完了。群演们也顾不上置气，乱作一团的猜测是不是中暑还是被打到，结果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查看，生怕万一真死了赖上自己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高大的身影强行撕开人群，3两步冲上前，一把将你从地上抱起。他的动作专业且迅速，不像个活人，反倒像个精密的医疗机器人。等他抬起头，全场瞬间死寂，紧接着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倒抽一口凉气。那是个极其俊美的男人，五官仿佛经过最严密的算法生成，没有任何误差，完美的令人窒息。可那张脸上却找不到一丝人类该有的情感波动。他怀抱着你，看都没看周围一眼，头也不回的朝着一个方向大步离去，直到他的背影彻底消失，众人才敢大口喘气，纷纷惊疑不定的议论这人是谁。长成这样早就该火遍大江南北，怎么可能闻所未闻？严导满脑子都是那个神秘男人的惊鸿一瞥，凭他的直觉，这人以后绝对能红得发紫，必须抢先卖个知遇之恩。于是严导立刻冲助理招手，让他去打听刚才晕倒的那个群演是谁。可助理前脚刚走，严导忽然一摸脑门，眼神变得迷茫起来，死活想不起刚才那个男人长什么样。不对，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似乎有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正在强制抹去在场所有人的记忆。另一边，一个摄影师惊愕地发现摄像机竟然没关，刚才的冲突场面全被录了下来。他正准备删除，忽然镜头里出现了一个英俊的像假人一样的人。摄影师彻底愣住，大脑疯狂警告他忘掉这个人，甚至让他怀疑刚刚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么一个人。然而鬼使神差的，他掏出手机对着摄像机屏幕，将男人出现的那短几秒录了下来。录完刚收起手机，摄像机屏幕瞬间黑屏。摄影师晃了晃脑袋，后知后觉的以为是自己关掉了设备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等你悠悠醒来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雪白的天花板。你试着动了动，惊讶的发现身体神清气爽，松快的简直不像自己。你猛地坐起身，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小旅馆，立刻在脑海中质问系统这是怎么回事。系统冷冷的开口，告知你的健康值一度跌到了24，直接在片场休克。你瞬间警觉起来，摸了摸胸口，感觉现在的轻松是真的健康，而不是激素调节出来的假象。于是你试探着问系统，该不会趁你睡着，把你所有可兑换的体重都给霍霍了吧？系统简直觉得不可思议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竟然还惦记着那点体重？你下意识的抬起胳膊一看，顿时大惊失色，只见你的手臂现在瘦得皮包骨头，活像一根裹着皮的枯柴。你惊恐的追问怎么回事？明明说过50公斤是基础体重，无法兑换。系统毫无感情的回答事急从权，为了救命只能动用基础体重兑换健康值，一共兑换了10点，代价是你现在只有80斤了。系统甚至警告你下不为例，下次再作死难道要刮骨头来换命吗？你敏锐的察觉到一丝不妙，不再纠结体重，立刻转移话题追问这里是哪，又是谁把你送过来？